绝大多数人一听到天堂两个字，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都是永恒极乐，没有痛苦，永远幸福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佛教的宇宙体系当中，最高的那一层天界依旧逃不开生死轮回。就算你修行到28层天的顶点，依旧不是解脱。等到福报耗尽，照样会坠落，重新进入六道循环。这个真相颠覆了无数人对于天堂全部想象。今天我们就把佛教这套宏大的28层天界体系完完整整拆开来看，一层一层往上走，看一看每一层天上到底是什么模样，天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往生那里。最后我们一起揭开传说当中28层天的最高处，那个所谓的究竟之地，到底是天堂的终点，还是另一个巨大的牢笼？很多朋友会把28层天理解成28层楼房，一层叠一层，越往上楼层越高。其实这个理解不能算完全错，但并不精准。佛教所说的三界28天，整个划分成3大板块，最下面叫做欲界，中间叫做色界，最顶端叫做无色界，加起来一共28层。欲界包含6层天，色界有18层天，无色界是最后的4层天，6加18加4正好28层。什么叫欲界？就是这里的生命依旧没有脱离欲望，有食欲，有色欲，有各种各样的享乐。渴求色界的色，指的不是颜色，而是物质形态。到了色界，众生已经断绝了男女情欲，不再有吃喝的欲望，但是依旧拥有精妙细微的物质身体，有形体可以被感知。再往上无色界，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物质形态，没有身体，没有山河大地，只剩下心念，只剩下意识，活在很深很深的禅定状态里面。但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，一定要刻进你的脑子里面。3界之内，不管你在哪一层天界，福报多大，寿命多长，全部都属于轮回之内，全部都是凡夫的境界，没有真正解脱。很多人修行拼命求升天，以为升到最高的天就可以一了百了。其实这是一个巨大误区，升天只是善业带来的果报，不是最终的归宿。福报用完，该坠落还是坠落。我们从最底层第一层一步一步向上游历，先从欲界6天开始讲起。欲界6天又分成地居天跟空居天。什么叫地居天？就是天人还有实体的土地，可以落脚依附在须弥山上面居住，也就是第一层4天王天，第2层倒立天，从第3层往上全部是空居天，漂浮在虚空当中，没有实实在在的地面，依靠福报跟禅定的力量安住在虚空里面。第1层4天王天，这是距离我们人类世界最近的一层天界，就在须弥山半山腰。我们经常听到的4大天王就住在这里，分别掌管不同的众生族群。这一层天人身高有半里，换算成我们人间的尺度，大概200多米高。他们的一天相当于人间50年。这里的天人寿命500岁，注意是天上的500岁，不是人间。折算下来，他们一辈子相当于人间900多万年。想象一下，900多万年的寿命，对于我们短短几十年的人生来说，已经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时间跨度。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投生到4天？王天不需要高深禅定，主要依靠持戒、行十善、守住5戒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妄语、不邪淫、不饮酒，多做善事，不做恶事，就有机会往生这一层天。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到这里就没有烦恼，这里依旧有男女情爱，依旧有争斗。4大天王还要统领8部众，还要处理世间众生的善恶因果。天人在这里享受福报享乐，但是善报总有耗尽的那一天。等到福报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著名的天人五衰，头上的花冠枯萎，身上本来洁净的天衣开始沾满污垢，
两腋下流出汗水，身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，再也不愿意待在自己原本的宝座上面。周围其他的天人看见他衰败，全部远远躲开。这个时候，他自己凭借天眼通清清楚楚，看见自己下一世将要堕落到什么地方，可能变畜生，可能下地狱。拥有900多万年的享乐之后，眼睁睁看见自己即将坠入苦难，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是天人独有的痛苦。往上第2层，颠达利天，很多人听过另外一个名字33天，很多人误会33天就是这里有33层，不是，是这一层天。中央有一座大城天主，就是帝释天，周边环绕32座城池，合起来叫33天。它依旧只是28层天当中的第2层，并不是33层天。它坐落在须弥山的山顶，是地居天的顶端。这一层天人身高1里，差不多400多米。天上的一天等于人间100年，天人寿命1000岁，折算人间3亿600万年。我们熟悉的《地藏经》就是佛陀升到夺利天为自己的母亲说法，就在这一层天界。帝释天统领下方的4天王天，管理世间很多祸福。佛经里面记载很多故事，帝释天也会跟阿修罗大军爆发大规模战争。阿修罗有强大福报，但是嫉妒心重，经常进攻。夺利天争夺天女跟珠宝，所以就算身居这么高的天界，战争争斗嫉妒依旧存在。想要往生蝶利天，要比4天王天的善业更高，不仅仅守5戒十善，还要进一步节制情欲。对于夫妻情爱懂得收敛，少贪爱，多行善布施，才能够升到这里。这里依旧属于欲界，男女欲望还在，依旧有享乐，依旧避免不了天人五衰的结局。哪怕活3亿多年，福报到头，照样要轮回。离开地面，正式进入空居天。第3层夜摩天也叫10分天，它已经悬浮在虚空当中，日月都照不到这个高度。这里不需要太阳，月亮天人自己身体就自带光明，整个世界被众生自身的光芒照亮。夜摩天的意思，随时随刻都在享受喜乐。这里天人身高1里半，大概600多米，天上的一天等于人间200年，寿命2000岁，折算人间1亿4600万年。越往上层，人的欲望就越淡。到了夜摩天，众生对情爱已经看得很淡，偶尔才有接触，不会像人间一样时时刻刻陷在情爱纠缠里面。想要升到夜摩天，不仅仅要5戒十善，更要做到逢欲暂交，去无私意。就算有欲望发生事情过去之后，心中不留牵挂，内心大部分时间安住在清净寂静当中，少欲少贪，才可以升到这一层。第4层兜率天，这个名字大家一定非常熟悉。兜率天分内外2院，外院是普通天人享乐的地方，属于轮回的天界，而内院是弥勒菩萨现在居住的地方，是菩萨的净土。这个一定要分清楚。很多人会把兜率外院跟兜率内院混为一谈，两者性质完全不一样。外院依旧属于欲界，依旧在轮回当中。兜率天天人身高2里，差不多800多米，一天等于人间400年，寿命4000岁，折算人间5亿8400万年。这里的天人福报更加宏大，一切想要的东西随念即来，不需要辛苦劳作。要往生兜率天，除了深厚的十善业，还需要初步的禅定功夫。内心可以做到欲望来的时候，心中完全不起贪恋，如同嚼蜡一般，没有执着。很多修兜率净土的修行人，发愿往生的是弥勒菩萨的内院净土，而不是兜率天外院这个轮回天界。千万不要混淆，外院的天人福报再大，寿命再长，终究逃不过轮回。第5层化乐天，顾名思义，这里的天人可以自己变化出各种各样享乐的器物，自己变化珠宝，变化园林，变化天女，用来娱乐自己，不需要等待外物给予。
天人身高4里，1天等于人间800年，寿命8000岁，折算人间230亿年。你可以感受这个数字的震撼，230亿年的寿命。到了化乐天，欲望已经非常淡薄，心中几乎没有世俗的占有之心，一切享乐都是随心幻化。要往生化乐天，就要做到内心已经完全没有世间男女贪著，即便面对外境，内心了然超越，不受欲望牵引，但是他依旧没有跳出欲界，还有极细微的欲望种子埋藏在心识深处。欲界6天的最顶端，第6层，他化自在天，这是整个欲界的最高点。这里的天人连自己动手变化都不需要，其他天界众生化现出来的享乐之物，他们直接拿来享用，所以叫做他化自在。很多人听过的天魔波旬就居住在这一层天，他拥有巨大福报，但是执着于轮回，经常干扰修行人修行，不愿意众生跳出3界，脱离他掌控的轮回体系。他化自在天的天人身高8里，1天等于人间1600年，寿命16000岁，折算人间921亿年，900多亿年。这个时间尺度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人类对时间全部认知。但是就算活900多亿年，依旧属于欲界，依旧在轮回，福报耗尽，五衰现前，照样向下坠落。到这里，欲界6层全部结束。从第1层4天王天一直到第6层，他化自在天，全部都没有离开欲望，只是欲望一层比一层轻微，享受的快乐一层比一层殊胜，寿命一层比一层漫长，但是全部都逃不出轮回的铁律，越过欲界的顶点。接下来我们进入色界18层天，到了色界众生彻底断除男女情欲，没有男女之别，不再有男女交合，也不再吃粗重食物，不需要吃饭，以禅定产生的妙香滋养身心。但是他们还有精妙的物质色身，还有山河宫殿，还有光，还有形态，所以叫做色界。色界一共18层，分为初禅3天、2禅3天、3禅3天、4禅9天，3加3加3加9，正好18层。色界的众生依靠禅定的功德投生，不再单单依靠世间行善，行善只是基础，必须配合禅定修行，才能进入色界。首先初禅3天，初禅对应的是修行达到初禅的境界，已经远离世间粗重烦恼，但是内心还有思考，还有观察，有寻有似。初禅第1层梵众天，这是初禅普通天人居住的地方。第2层梵辅天，相当于辅佐天王的大臣。第3层大梵天，大梵天王是初禅的天主，统领整个初禅3天。很多古老宗教里面，创世神的原型就来自大梵天的概念。初禅的天人已经没有鼻识舌识，不再品尝味道，不再嗅闻气味，只剩下眼耳鼻身意当中的眼耳身意4种感知。他们安住在初禅的喜乐当中。梵众天寿命半，大劫；梵辅天1劫，大梵天1劫半。这里要解释大劫是什么概念。一个大劫就是这个世界完整经历一次成住坏空，世界生成，世界安住，世界毁坏，归于虚空，完整一轮循环，就是一个大劫，换算成人间年是上千亿年的尺度。初禅有一个灾难，当世界毁坏的时候，火灾会烧尽整个初禅天，初禅以下全部会在劫火当中毁灭，只有2禅以上才可以躲过火灾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修行升到初禅天，等到世界劫火来临，整个天界全部烧毁，这里的生命又要随着业力流转，继续往上。2禅3天，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，到了2禅已经完全熄灭，向外的思考、观察、寻思止息，内在生出清净的喜乐，叫定生喜乐地。这一层的众生不再依靠语言说话，依靠身体散发出来的光明交流，光就是他们的语言，光阴天，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，以光为因，用光来传递信息。
佛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类起源故事，就和光阴天有关。这个故事也是我们后面要讲的颠覆认知的延伸故事。先记住这个名字：二禅三层，从低到高少，光天天人身体发出微光，无量光天光明越来越盛大，没有边界。最高光阴天光明达到二禅的顶峰，二禅可以躲过初禅的火灾，但是躲不过大水灾。当世界坏灭阶段，巨大洪水会淹没整个二禅天，二禅全部毁灭，只有三禅以上才能避开水灾。少光天寿命2大劫，无量光天4大劫，光阴天8大劫，一层比一层寿命成倍拉长。再往上三禅3天，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变净天，到三禅又超越了二禅那种躁动的喜乐。二禅是从禅定生出喜悦，三禅喜悦也平息下来，只剩下深沉安稳、遍布全身的妙乐，叫做离喜。妙乐很多修行人修到三禅会误以为这就是涅槃，就是终极解脱，因为这种快乐实在太美妙，世间没有任何快乐可以与之相比。少净天刚刚得到清净妙乐，无量净天这份清净不断扩大，变净天快乐圆满充盈，整个身心是三禅的顶点。三禅可以躲过火灾，躲过洪水，但是躲不过风灾。世界毁坏的末期，大风灾会吹散整个三禅天，三禅所有世界全部被大风摧毁，只有四禅才可以避开水火风3大灾难。少净天16大劫，无量净天32大劫，变净天高达64大劫。64个大劫是一个大到我们头脑很难想象的时间。可是就算安住在三禅极致的妙乐当中，风灾一来依旧全部消散，不能永恒。终于来到色界当中最高的板块，四禅9天。这9天分为2部分，前面4层凡圣共居，普通凡夫修4禅定就可以往生。后面5层叫做五净居天，也叫五不还天，只有证得3果阿那含的圣者才能够居住，凡夫就算禅堂再高，也没有办法升到五净居天。这里是圣人专属的居所，凡夫众生进不去四禅的境界，已经离开喜乐，不苦不乐，安住在平等舍受当中，已经远离世间水火风3灾，世界发生火灾、水灾、风灾都伤害不到四禅天。但是注意，仅仅只是躲过这一轮世界毁坏的3灾，等到整个大千世界全部毁灭，四禅依旧会归于虚空，不是真正不灭。四禅前面4层，第1层无云天，福报殊胜，虚空当中没有遮蔽的云。第2层福生天，依靠巨大福报而生。第3层福爱天。第4层分成2条分支，一边是广果天，凡夫修行四禅可以往生，另外一边是无想天。无想天非常特别，投生到这里的众生修行的时候，刻意把自己一切心念全部压下去，让意识不起任何念头，进入完全没有思想的状态，以为这就是解脱涅槃。他们在无想天500大劫当中，心念完全停止，如同石头木头一样没有念头。但是500大劫时间一过，他们之前压下去的心念又会重新启动，定力消失，马上就要从天上掉下来，堕入轮回。很多外道修行人一辈子苦修，拼命把念头压灭，死后升到无想天，在一片死寂当中度过500大劫，定尽命中依旧堕落。这是修行路上一个巨大陷阱。很多人把一念不起当成开悟，其实仅仅只是无想定，只是色界的一个境界，不是解脱。接下来就是只有3果圣者才能居住的五净居天，从低到高，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，以及色界的终点色究竟天，也叫有顶天，色界的最顶端。物质世界能够抵达的极限就在这里，无烦天，寿命1000大劫，无热天；2000大劫，善见天；4000大劫，善现天；8000大劫，色究竟天。寿命16000大劫，色究竟天是整个色界的究竟之处，一切有形物质到这里就走到尽头。
传说当中的大自在天，就安住在色究竟天的中央，拥有色界当中至高的威德。但是一定要牢牢记住，就算是色究竟天，它依旧是色界，依旧在三界轮回里面。这里已经没有凡夫住的，都是快要证得涅槃的三果圣人。但是只要还没有彻底证悟，只要还没有跳出三界，就还没有真正解脱。色界18层到此全部走完，接下来就来到28层天的最后4层，无色界4天。这也是很多人误以为就是28层天最高究竟的地方。到无色界，彻底没有山河，没有大地，没有宫殿，没有身体，没有任何物质，只剩下众生自己的心识，活在极其深的禅定里面。整个世界只有心念，没有任何物质现象，但是它依旧属于三界，依旧属于有漏的境界，依旧是轮回。很多外道修行人修到无色界，就以为自己已经涅槃，已经彻底解脱，实际上只是被困在深层禅定当中。无色界第1层，空无边处，天修行人厌离物质色身，观整个世界全部都是虚空，破除一切物质执着，心识安住在无边无际的虚空当中，不再有任何物质障碍，心同虚空一样广大，寿命2万大劫。但是他依旧执着于空这个境界，执着于无边虚空，这个执着没有断，就没有跳出轮回。第2层，实无边处，天修行人再进一步，连虚空这个概念也要放下，不再执着外面的虚空，转而安住自己内在的心识体验，心念无边无际，遍满一切，安住在浩瀚的意识境界当中，寿命4万大劫。他执着的是使执着这个无边的心依旧有执念。第3层，无所有处天，继续向内修行，连无边的心识也要放下，观一切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不存在，安住在什么都没有的境界，寿命6万大劫。这一层执着的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执着空无色界第4层，也就是整个三界28层天的最高顶点，飞翔出天。很多人会问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飞翔就是已经没有粗重明显的念头，飞翔又不是完全没有念头，还有极其细微的几乎察觉不到的细念还存在，没有断干净。这就是整个28层天三界之内能够抵达的最高位置。它的寿命高达8万大劫，8万大劫这个时间长到几乎让我们人类理智失效。一轮世界成住坏空是一个大劫，它可以安然度过8万次完整的世界轮回。在这里没有痛苦，没有享乐，没有身体，没有山河，只有一丝极其微细的心念，安住在禅定当中。古往今来，无数外道修行者穷尽一生苦修，就是奔着这个境界而来。他们以为到了这里就是终极究竟，就是涅槃解脱。但是佛经清清楚楚讲，飞翔处天依旧是三界，依旧是轮回。8万大劫的时间在我们看来无穷无尽，但是在业力流转面前，8万大劫不过是弹指一瞬间。等到他过去禅定的善业全部耗尽，8万大劫寿终，那一丝细微的执念一动，定力消散，马上就要从三界的最高点坠落，随自己过去的善恶业重新投生可能，做人可能堕落到3恶道，依旧逃不出6道循环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终于揭开了开头那个悬念，28层天界最高的地方，飞翔处天，它是三界的顶点，却不是真正的究竟解脱。真正的究竟不在28层天之内，而是跳出整个三界，证得涅槃。28层天全部都属于凡夫的生死牢笼，只是牢笼有高有低，有奢华和简陋的区别而已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来讲那个颠覆大多数人认知的延伸故事——光阴天的人类起源传说。很多人把它当成神话，但是放在整套28层天宇宙观里面，逻辑是完全通顺的。
佛经当中记载，当这个世界刚刚形成的时候，地球上最初并没有人类，最早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，就是从二禅的光阴天降落下来的天人。光阴天的众生身体自带光明，可以飞行，用光代替语言，没有男女之分，不需要吃食物。他们福报还很深厚，但是当这个新世界生成，业力感召一部分光阴天天人好奇来到这个刚刚形成的地球。那个时候的大地上面生长出来一种美妙的地味，就像甘露一样。一开始这些天人只是好奇，轻轻尝了一口这个大地上面的美味，就这么一口麻烦来了。一旦品尝到这个物质世界的味道，他们身上天人的光明就开始消退，飞行的神通开始消失，身体变得沉重，再也回不到光，阴天就被困在了这个地球上。吃的地位越多，身体的粗重物质就越多，慢慢就分化出男女，生出欲望，生出占有。大家开始争夺食物，划分地盘，产生偷盗，产生争斗，慢慢建立族群，建立国家，人类文明就此一步步展开。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，你可以把它当成神话传说，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隐喻。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众生会因为一点点贪著，从极高的天界坠落来到人间。天堂跟人间地狱本质上都是心念业力所显现出来的境界，并不是有一个外在的造物主把你丢到人间，而是自己的贪念一点点把自己拉下来。很多修行人辛辛苦苦修行，积累巨大福报，升到很高的天界，仅仅只是心中有一丝细微的执着，等到福报耗尽一样坠落。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故事，就是无想天的外道故事。古印度有很多苦修者，他们看见世间一切痛苦全部来自念头，于是就拼命修行，想方设法把自己所有念头全部压死，追求什么都不想。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进入什么念头都没有的禅定，死了之后就投生到四禅的无想天，在那里整整度过500大劫，如同石头一样，没有任何念头，没有痛苦，也没有快乐。他们在定中内心认定，我已经证得解脱，我已经灭掉一切烦恼。可是500大劫一结束，过去压抑的业力种子全部重新启动心念，再次升起。他们才猛然惊醒，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解脱，只是睡了漫长的一觉，然后直接从四禅天掉下来。很多因为过去的傲慢，直接堕落到恶道当中。佛陀当年就多次提醒弟子，千万不要把压灭念头当成解脱，无想定是修行的大坑。还有帝释天的故事也很值得玩味。帝释天拥有刀立天至高，地位统领33天，福报大到难以想象。可是佛经记载，有一次帝释天福报快要耗尽，五衰相已经显现，他自己知道马上就要死亡，下一世将要投生到畜生道，做一头驴。就算身为天主，面对死亡依旧恐惧万分，到处寻求解脱。最后依靠归向三宝，种下善因，才改变了堕落的结局。连天主都逃不过死亡衰败，更何况普通众生。我们梳理完整，靠28层天，从最底层的四天王天，一路走到三界顶端的飞翔处天。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辩证道理。很多人觉得天堂就是永恒快乐，但是在这套世界观里面，福报越大，享乐越多，往往越容易变成修行的陷阱。地狱太苦，众生痛苦不堪，没有心思修行，而天界又太快乐，天人寿命漫长，天天享受，很少会升起想要解脱的念头。大部分天人都在享乐当中把自己过去积累的善报一点点消耗干净，反而是人间苦乐参半，有快乐也有苦难。痛苦可以让人升起出离心，快乐又不至于让人彻底沉沦。所以说人生难得，人间才是修行最好的地方。
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，那既然升到最高的28层天，8万大劫之后还是要堕落，那修行还有什么意义？这里就要分清两件事，世间善业和出世间的智慧。五戒十善，布施、行善、修禅定，这些都是世间善法，可以让你升天，可以得到巨大福报，可以拥有漫长寿命。但是这些善业全部都是有漏，有漏的意思就是有尽头。福报用完，果报结束，就要重新轮回。想要真正跳出28层天，跳出三界，不是靠福报，不是靠禅定，而是要证悟智慧，破除我执。色界的五境居天，那些三果圣人，他们升到色究竟天附近，他们不是贪图天界的享乐，他们是把天界当成一个修行的中转站，在这里安住，继续修行，直到证得阿罗汉，彻底跳出三界，不再进入28层天当中的任何一层。这就是关键区别。同样是住在很高的天界，凡夫是被业力牵引过来享受福报，圣人是主动来到这里继续修行，目标是彻底离开轮回。很多现代人对天堂的想象就是永远待在最美好的地方，没有悲伤，没有痛苦，永远享福。但佛教这套28层天体系恰恰打碎这个幻想，只要还有我执，只要还有心念当中的贪嗔痴，种子没有断干净，无论你升到多高，哪怕是三界顶点的飞翔，飞翔出天，终究有落幕的一天。所有依靠福报换来的快乐，本质上都是暂时，快乐不是永恒，禅定的境界也不是永恒，只要还在三界之内，一切都是暂时显现的幻境。讲到这里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，如果有一个机会摆在你的面前，可以让你往生28层天当中，任意一层给你无尽寿命，无尽享乐，但是代价是福报耗尽之后依旧要轮回，你愿不愿意去？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，我很想看看大家的选择。我们今天把28层天从第一层一直讲到三界最高的飞翔出天，把每一层的环境、寿命、往生条件、潜藏的陷阱全部拆解开来。很多人听完之后会觉得天界好像也不过如此，但不要误解，不是说行善没有意义，五戒十善、布施禅定，这些当然非常珍贵。善业可以让我们远离三恶道巨大痛苦，可以拥有安稳的生命状态，但是我们要分清，善果是中转站，而不是终点站。升天是善业的奖赏，不是最终的归宿。很多朋友平时看玄学、看神话，总在追求更高的境界，追求更高的天界，追求神通，追求殊胜体验。28层天这套模型其实是一面镜子，它提醒我们不要迷恋境界，不要迷恋福报，不要把禅定当中那种宁静空寂当成终极的究竟。最高的天依旧在牢笼里面，真正的解脱不是拼命爬到牢笼最高的那一层，而是彻底走出牢笼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宇宙观解析，欢迎点赞订阅，把视频分享给你身边也对东方哲学感兴趣的朋友。下一期我们可以顺着今天的话题往下看一看三恶道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道，完整把六道轮回的全貌给大家梳理一遍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